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昨天我们才讲到了美国，其实呢有登上这个伊朗的一艘船哦，这是美军驱逐舰史普鲁恩斯号哦。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再讲起呢？因为有相关的画面曝光了。好，19号他们发现了伊朗的货轮图斯卡号，企图要强行的透过封锁，在长达6个小时警告之下，仍然不听劝。那随后呢，就以舰上的 MK45的舰炮来对伊朗的轮机舱开火弹换。好，第31陆战队远征支队搭乘的直升机，好就空降到了这个货轮来进行扣押。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讲说目前所有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其实都要经过美军的检查。那目前看起来美军故意曝光这些影像，当然是要告诉大家说，我在这个地方不是随便讲的好，那当然也看到相关的说法，就是当然看到的是有一些录音档的讯息，我们带大家来听一下。United States Warship 115, you are entering the area of a military blockade. This blockade of Iranian ports will be enforced and applies to all vessels regardless of flag. Any vessel that further intends to enter or exit an Iranian port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ight of visit and search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f you attempt to run the blockade, we will compel compliance with force. Over. 有讲到会用武力来迫使你这个服从哦。那现在这美军扣押的伊朗船只也被说可能运的是军民两用的物品。那这航线还设了中国的港口。好，海事安全的消息人员说，礼拜天被美军登船跟扣押的这个伊朗籍的货柜船图斯卡号，很可能装载的是华盛顿认定的军民两用物品。好，即可以用在军事，也可以用在民用的货物上。好，那当然因为可能牵涉到中国港口的问题，也变得更复杂，也更敏感哦。那现在川普跟伊朗之间还是互相的隔空叫嚣，但是他这次特别讲到了美国士兵如果有少胳膊跟少腿的话，他说都要怪伊朗。我们带大家听一下。When you see soldiers or others, but soldiers generally walking around with no legs, with no arms, a face that's been smashed, that was Soleimani, that was Iran that did that. So we have a much different view on it than other presidents. They've gotten away with murder for 47 years. They're not getting away with it anymore. 好，所以如果以川普所说这个伊朗已经逍遥法外47年了，那也代表伊朗准备这场战争也是47年哦。所以川普这次确实是踢到铁板，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啦。好，但目前双方是停火嘛，希望能够有谈判，那是不是也濒临一个临界点呢？我们看到敌对的行动重燃，扣押船只跟攻击事件当然将美伊停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川普就提到说如果美国跟伊朗的临时停火到期前，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停火极不可能延长，那也绝对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直到达成一项协议。好，那我跟观众朋友讲这14天的停火的时间点落在了美东时间22号的晚间就是礼拜三。那如果台湾时间的话是23号礼拜四的上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看最后有没有一个转折的余地好，但是现在停火期限快要到了嘛，美方单方面的敲定了谈判的日期但是伊朗其实没有点头说他要去啦。好，美国方面说我们按照计划要举行会谈，但是伊朗方其实没有决定是否参与谈判，所以就变成双方的说法不一样。好，那川普怎么讲呢？他说如果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呢，我希望跟伊朗高阶的领导人来会面，我跟他们见面没有问题。好，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是人家根本不理你，所以很多人觉得川普又在自说自话。那这是谈判吗？那现在白宫等了一整天伊朗到底派不派代表呢？打给了我们在现在德黑兰的权力斗争成为一个焦点好，主要就是白宫20号一整天都在等德黑兰发出信号，那就表明到底会不会派遣代表前往伊斯兰的马巴德。好，巴基斯坦、埃及还有土耳其是敦促伊朗方面要参与谈判，所以我看现在伊朗也是蛮有底气的，就是拖反正呢到了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川普不是最爱极限施压吗？那个伊朗现在好像也是学到了一点点哈。好，那伊朗的前最高领袖高级助理有特别讲说啊，在当前情况下，对手的任何误判都会触发一个最终惩罚，那影响可能就会超出一个地区的范围，改变未来的世界格局。所以他顶气谈判沦为消耗战的策略跟延长战争的幌子，所以他觉得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呢，则是有特别讲到说啊，伊朗不会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跟美国谈判。好，伊朗最近2周正准备在战场上打出新牌，所以这是不是代表没有谈判的空间了？那就接下来还是持续打吗？好，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疑问出现。好，那美伊呢现在传出说和谈预计是在本周3登场。那川普是说伊朗如果不出席也没关系。好，我刚刚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奇怪，不出席也没关系，那就是他一个人在谈吗？那这有什么好谈的？所以我现在看这个国际局势其实常常会被川普说的话有一点点不知道这个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用多方的媒体讯息来看一个世界的局势。好，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先看一下美国的执法他说他是根据国际法可是大家都在问说你是根据国际法的哪一条、哪一部国际法美国从来不会告诉你说他是根据哪一部国际法，他从来不会说。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要根据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那是一个最完整的规范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海上相遇交战的等等的，甚至领海、领土领海基线等等所有的这些规范里面，美国没有加入，所以美国本身是不承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受约束的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也不用去遵守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因为美国人他自己没有加入的话，他不受约束，别人也不需要受约束。所以你只要有能力，你就直接到美国的领海都可以进去那也就是说，你根据这个海洋法公约，你说因为你没有加入，所以我也不用理会。我想这个是一个你来我往，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要靠实力说话。你有多少实力，你就做多少事。你没有实力，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任强权来去凌虐你那小国最可怜我们也看小国弱国基本上是最可怜的，任人宰割另外一个川普说，如果美国士兵有少胳膊少臂膀的话，那账都算在伊朗身上。你不要去侵略他，你就不会少胳膊，你也不会脸被炸得面目全非。那如果你一直认为说过去47年来，那么你有一些美国的士兵被炸成面目全非的话，那我们要问的是，你美国的士兵是在自己家里面被伊朗的军队到美国人来炸你，还是你跑到人家家被人家炸？那我想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美国人跑到人家家被人家打了嘛。可是你本身也胜之不武，你把苏雷曼尼一个派到伊朗的民兵指挥官，你是用暗杀的手段，而不是用两军交战的手段，所以采用这种暗杀的手段胜之不武我觉得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大话来说。现在的问题是谈判到底要不要进行？很明显的，美国的代表已经出发了，而且这一次还是万斯因为不是万斯还能派谁呢？假设我们说今天派卢比奥来谈好了，那就是部长对部长但是卢比奥本身不擅长谈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对中东的事情很不熟，所以他基本上来讲，他无法处理这个美国跟伊朗的问题。川普不可能派卢比奥，那如果说派他的女婿库什纳，还有就是他的密友这个维特科夫，基本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了，信任破灭了。那这个时候，伊朗的外交部部长已经被整过了，已经当一个猪头了，要去当第二次的猪头吗？我想他可能很难再当第二次的猪头。那在这个情形下怎么办？那就只好再请范斯来出马了。可是看起来范斯不太愿意，但是也不得不。那有人说范斯被靠边站了，我说不是，看起来比较像范斯不太想去参加这一场由美国的总统来指挥。美国总统设门槛这么高，他永远无法达成他总统所要的门槛。那他去的话，他等于是换他当猪头了因为总统的门槛那么高嘛你的浓缩又要交在美国人手中，伊朗说不可能嘛，那就不要谈了。好，然后他说你要解除这个海峡的制裁的封锁，但是我不用解除，那也不用谈了嘛。那对伊朗来讲，就是说你要我解除
海峡你也要解除，不但这样子，你要停止战争，用海峡来交换停止战争，用浓缩铀来交换停止这个1、2级制裁。那问题就是浓缩铀，我伊朗可以留多少？那我要交出去多少？要交给谁？那这个部分里面还有得谈，所以有太多的问题要谈。还有我的赔偿要不要赔？要不要成立一个重建和平基金、友善基金、睦邻基金来赔我的损失等等，有太多要谈了。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你范式飞过去以后，范式的代表团在那边等，然后对方不来，然后你说到了明天、后天时间到了，他们拍拍屁股坐飞机回去了，你觉得这个画面好看吗？很难看的。那现在看你川普，反正你这个疯疯癫癫的总统，你爱怎么讲都是你讲，你开心就好。你晚上不睡觉，你就继续写贴文。但是问题就在于，全世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理你了。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啊，全世界都在看川普的笑话哈。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美军昨天去这个劫持他的军舰去劫持这艘伊朗的货轮对这个美伊双方的谈判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可能因此而谈不拢。那我们看得出来，如果说是这艘就伊朗的立场，我们看出来这艘货轮是在测试美军的底线，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敢拦截我，敢封锁我那就美军来讲的话，他就真的动手了。那整个过程，当然现在传出来说那艘货轮上面带着很多军民两用的物资，可是这都是美国一方的说法尤其是跟中国又扯上关系了。所以从中国这艘货轮的出发点或者是回程点这跟中国又扯上关系。如果说是传说中这条船上面是带着准备让伊朗可以继续制造它导弹或制造它无人机的相关零组件或相关供应链来讲，合理来说，这条货轮应该从中国港口出发以后要运到伊朗港口。可是这条货轮不是，它是从伊朗港口出来要往外面走。所以我认为传出这种军民两用物资很可能是美方一方的说辞了，为了他这次的突袭拦截这个伊朗的货轮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说法。当然后续我们看看这条货轮美国要怎么处理。第一个，他可能将它视为一个战利品，然后我视同跟你伊朗交战，那我就拦截你的货轮，我虏获你的货轮当做战利品。那还是说是他要将伊朗这些船员当做俘虏，要收押到美国去，这不无可能。如果说我们用委内瑞拉的例子来看的话，还是说将这些货轮的船员归还给伊朗，那船是不是这个扣在阿曼港口等等这后续其实从美国的处置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美国到底对伊朗到底是真的是不是敢硬到底。那当然，我们最关心的是这次停火到底是会停到什么时候？合理来讲，应该是到明天台湾时间到明天晚上就截止。可是现在就像是一轮刚刚讲的，延长到后天，就这个延长一天是美国悄悄延长一天，你就看得到伊朗来讲根本就不理你你要谈我根本就不想跟你谈，然后大家拖到最后，就有一点像胆小鬼游戏，到最后一刻是美国自己退缩了，然后我再延一天好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再延一天。但是再延一天有没有可能谈得成？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两方愿意见面，但是也很难谈得出来。就像赖教授刚刚讲的，议题太多了嘛，你现在没办法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到底浓缩铀现在各说各话。美国川普在那边这个大放厥词，人家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启染坊所以我浓缩铀愿意这个降到20%，就你美国的说法就直接说他要交给我美国自己，我们去把它挖回来。那伊朗对他来讲的话，他革命卫队怎么能够接受这种话呢？除此之外，荷姆兹海峡开放到底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伊朗是说这个在伊朗核准之下可以通行，那美国的是说我就封锁你伊朗出来的货轮那另外来讲，关于制裁方面，美国要不要解封制裁，这也是很重大一个问题。现在伊朗有很多的这种资金被美国扣押住，那到底要不要解封另外来讲，对于周边的这些国家，就是伊朗的这个他们的小兄弟包括到伊拉克这个武装组织，还有胡塞组织或者是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太复杂，这不可能说是一轮就谈得起来。我觉得说是这可能最少要半年以上慢慢谈判。但是我们看出来，这次让整个谈判破局的不就是你川普本人吗？他怎么在破局？他不停的放话不停的讲大话，然后让伊朗来讲，就算我愿意跟你谈，我今天讲了1分，结果你讲了10分出来，那是不是说的好像是我投降了？如果说我投降，我怎么去跟我国民交代呢？所以这件事情会造成破局的，不就是伊朗川普自己本人在那边乱讲话，造成整个谈判的破局吗？对，所以刚刚这个将军讲完之后，突然看到了这个川普刚才不是讲绝不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直到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不是代表说某一项协议
可以达成，它是不是就会稍稍有点让步？不知道有一个台阶对，下，是不是有一个降低一点点标准的状态啦？哈，苑教授，这个目前的局势太明显了，就是这个美国急着找下台阶了啊！我在这边首先强调，大家把地图打开看一看，美国离荷姆斯海峡甚至阿曼湾有多远呢？你跑到那边莫名其妙的不准任何船只通过，你的逻辑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不是原来说要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吗？你现在把它封住了，不让任何船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段影片根本就是广告嘛，美国的直升机跑到上面来还念给你听什么的？你知不知道？伊朗也发了很多无人机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出来啊，打击到哪里？大家知道，伊朗手上有它的导弹啊、飞弹啊、无人机啊，基本上都超过50%都没有事情啊，这是第一点的。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大家要了解啊，有关于战前的谈判呢，谁急谁不急啊，就是谁占优势谁在劣势啊。现在美国整装队伍都出发了，出发之前那个范是要去还是不去，弄得乱七八糟，反而搞不清楚，没有任何信誉的那个库斯纳跟那个魏科夫，魏克夫了，这真的是一点信用都没有啊，魏克夫一点信用都没有。那在情况下的话呢，如果美国很急的情况下，伊朗根本就不急。为什么不急？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赤脚都不怕穿鞋的。这一场是大家要记住，这场是美国加以色列联合发动的侵略战争。任何事情，他们现在已经把伊朗人的民族决心啊、意志、志气都已经激发出来了。大家准备跟你拼到底，希望美国派130万人登陆，好好在路上解决一下。你有这个胆量吗？美国基本上这个不是川普一个人的这个 tackle 而已啊，这是美国本身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大家对于美国现在的感觉到这做法上来讲，你看那个川普他写了一个这个书啊，不怎么厚的书，什么交易的艺术啊，川普现在交易的艺术完全被人家看扁了，你知道吗？你通通是用吓的威胁的，然后你假设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所向无敌的，你这边做的事情的话，那伊朗你现在把伊朗的话呢，我们现在想到前一阵子讲什么电力公司日啊，什么桥梁日啊，要把人家炸平啊，都是平民的设施啊。你现在讲这种事情的话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做这种事情的话呢，你到底是要把美国带到哪里？你现在所作所为，人家伊朗都已经看穿，你根本就不怕你了。好，所以川普之前不是说嘛，我们对伊朗赢麻了，但是全世界对川普虎烂哦，是虎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其实大家也知道，很多的前线的记者在采访现场其实也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我们看到有一名记者他在伊朗的境内结果这个差一点被巡弋飞弹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الان بیشتر از اون شب بگین ساعت 2 شب چه اتفاقاتی افتاد؟ شما فکر می‌کردین بتونین F-35 رو بزنین؟ رویت کردنش بر ما مسجل شده بود. کاملا تحت نظر داشتیمش، ردگیری شد و برای شلیک یه موقعیت خیلی عالی رو در اختیار داشتیم. پهپاده؟ کروز بود. بیا ادامه‌شو بریم. خب ما دقیقاً در یک منطقه رزمی پدافندی هستیم. بچه‌ها رهگیری کردن، یک کروز رو زدنش، آسیب دید، خورد اون اطراف. حالا میریم بعد ببینیم لاشش چجوریه.好，我要给这位记者大大的赞因为我曾经跑过前线我知道当下应该是这样，然后应该就酸了，但是他居然回到现场继续的连线。这真的是1把1的记者。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在这个巡弋飞弹突然来袭，但是大家发现吗？它是在空中爆炸，也就是因为伊朗的防空系统迅速的拦截飞弹所以还好没有砸到人好，那当然现在看到整个中东的部署因为美军的3个航母打击群说可能接下来会同时部署在中东。好，我们看到了就是在红海的是福特号，好，在这个阿曼湾这边的是林肯号，那布希号
号目前呢已经通过了这个好望角已经来到这边往中东的方向去哦，所以目前布希号是正在接近中东的部位。好，那当然是正从非洲的东南方北上，将预计进入的是阿拉伯海，可能接替福特号来执行任务。毕竟福特号在海外已经大概10个月、11个月哦，很多的官兵哦可能身心俱疲了。好，那海军呢从乔治 HW 布希号超级航空母舰上面发射了蝗虫反无人机的雷射飞弹。好，这个是美国海军公布的一些航空母舰上面蝗虫飞弹防御系统的3张照片。那所有的照片哦都拍摄在去年的10月5号，但很奇怪，在今年4月20号才发布。好，那当然核心的部件是安装在炮塔内的一个雷射定向能的武器，然后里头还有内建光电跟红外线摄影机，用于目标捕获跟追踪，小型高频的雷达跟被动射频的讯号探测系统等辅助的感测器，也可能用于引导雷射。所以大家要问的是哦，去年10月的照片怎么会选在今年的4月20号才公布呢？那会不会是因为4月19号轰伊朗的油轮哦？那伊朗是喊无人机反击，所以隔天哦就发布了照片哦。这个时间点确实引发大家的疑窦。好，那现在哦，美国的斩首哦就被认为说都把伊朗的温和派领导层通通杀掉了。好，所以是不是杀错人呢？因为现在浮出水面的都是强硬派的革命卫队全面的掌权。好，那大家就知道嘛，之前的这个哈米尼大家认为他是相对于比较温和的领导阶层，就都被美以集体斩首之后，现在全面接班的都是强硬派，彻底被边缘化、被视为温和派的就是外交部长阿拉奇等人哦。所以呢，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情报上面或者是判断上面是有错误的？那美伊停火23号的上午要结束。现在川普也有说停火的安排是在美东时间周3的晚间也就是台湾时间23号周4的上午到期。如果双方在期限之内无法达成协议他认为进一步延长停火的可能性非常低。好，所以伊朗是不是也觉得没关系，要打就打，要头一颗要命一条，是不是这个概念呢？那目前看到的是美军在南海的军演那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是有一些转移焦点的策略啦。好，美菲年度的军演登场，1.7万的兵力集结，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参与。好，这是除了美菲日3国之外，澳洲、纽西兰、法国、加拿大也都派员来参与了好，总兵力是超过17000名的海空陆的士兵。好，规模跟2025年是大致相当的。好，那因为日本有这个参与嘛，所以之前不是还有个雷号不是也通过台海引发中国大陆的一些争论。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自卫队其实他们这一次的肩并肩演习预计派遣的是1400人。好，那美国海军的陆战队中将就讲说哇，日本的参与令我们非常的欣喜，说日本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的1等陆佐这个也在另外一场记者会上面表示希望透过演习来进一步的加深参与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好，但问题是在日本本土这边又发生了一些军队上面的意外。好，这是日本自卫队演习爆发的冲突状况。好，就大分县的战车训练炮弹爆炸了。好，日本的防卫省相关人士说位于大分县的日出生台演习场在进行射击训练的时候，疑似炮弹在战车的炮管内爆发，好，导致多名的队员被波及。好，目前知道其实死伤有点严重是3人死亡1人重伤。好，所以你看他们有人派去肩并肩的演习，但是在自己里头的演习却造成了一些大意外。那目前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对于美菲启动联合军演，他有相关的警告，说要提醒有关的国家一味的在安全上面相互捆绑，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好，所以我觉得第一岛链的状况好像变得有一点点复杂。那当然有人认为说美军在南海军演是不是为了转移这个伊朗战事的焦点？好，我们就问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大家焦点都放在这个伊朗的战争，但是不要忽略了在东亚这一次这个肩并肩演习这个日本居然利用这个时间点上面，在这边大张旗鼓跟菲律宾、跟美国联合搞这场军演，其实姿势体大我讲几件事情。第一个，日本是非常的挑衅，
昨天我们都知道，4月17号，他用雷这一艘的，他自己称之是护卫舰啊。事实上，他前面的编号DD 在海军编号是驱逐舰哦。那日本经常用这种，就是你明明就是一艘攻击的武器，你非要说我只是防卫级的护卫舰穿过台湾海峡。那次来讲，中国当然就是派了一艘054A 的这种护卫舰跟在他旁边寸步不离。其实在此同时，其实，在台湾海峡的东侧另外有一艘日本的这2栖攻击舰，他们也是称之为护卫舰，将近2万吨级，怎么是护卫舰呢？美军就定位它是2栖攻击舰，是带着直升机甲板的，从台湾海峡东侧也是赶过去演习那这是为什么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确实是在玩火，而且这把火玩得很大。第一个，从2012年开始，日本参加肩并肩演习，但是在此之前，他都只是派一些观察员的身份去参观演习，但这次他明目张胆派了1400个日本自卫队的这种官兵直接登上了菲律宾的本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他更过分，你知道他演习地点在什么地方吗？吕宋岛北端。那我们台湾何其敏感，对大陆何其敏感。如果在吕宋岛北端，他演练了第三个他更过分，他演练的科目是什么呢？你各位一听就知道他是不是演练这个是针对大陆，叫做日本在这个地方，只有他这个国家在吕宋岛北边演练什么呢？叫做反登陆作战训练。那这东西大家想想看，你怎么去那个？在第4个，我跟你讲，他更过分的，他不但在这个地方演练巴士海峡，在那边演练反登陆作战的这种反登陆作战的训练，那谁会在这边登陆？对不对？在什么地方登陆？第4个他更过分了，他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是88反舰飞弹，那摆明就是要封锁巴士海峡嘛，不是这样吗？但是我很遗憾，我们台湾的态度，我跟各位报告，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当4月17号是这个马关条约签订的这种这个131周年的时候，日本雷这艘驱逐舰从台湾海峡经过，这种挑衅意味非常浓。你知道我们台湾是怎么配合的吗？我们台湾在故宫南院嘉义那个故宫南院展出了马关条约的原本，在故宫南院展示出来。那故宫南院合理来讲，你应该做文化的宣传，你怎么会配合日本做文宣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台湾政府做这些事情确实很让人遗憾，过分加过分。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大陆绝对不会在这事情这个会放松过去。现在我们看到辽宁号昨天晚上也穿过台湾海峡了，辽宁号穿过台湾海峡，在安美大岛那边，解放军有2艘052D 跟1艘054A 这个穿过安美大岛。会不会紧接着在这个西太平洋实施双航母的演练？我们有待观察。确实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赖教授怎么看？当然，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大陆他手不会软的了那问题就在于，大陆要不要把它的军事学说做一些大幅度的调整？我觉得时间已经到了应该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从根本上要做调整的一个阶段。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过去长期以来都是以防卫为主，你攻击我，我才出手防卫。那因此你会看到日本的船过台湾海峡那当然他们说这是一个国际水域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峡就在两岸之间，所以通常都会尊重两岸的态度。一般来讲，除了民船、商船以外，绝大部分的军舰在过去都是避免走这条台湾海峡，因为没有必要去惹事嘛。并不是没有地方可以走，台湾的东侧就那么广大的海域都可以走，那偏偏要走这个海峡，那这个而且是我讲是用军舰，那这个挑衅的意味就很重了。可是问题是，当你走这个海峡的时候，其实你就必死无疑了因为包括美国、包括日本，任何一个国家的军舰走台湾海峡没有活路，原因很简单，海峡180公里宽。你走中间正中间好了，那也要90公里左右。可是问题就在于，不管是无人机，或者是岸上的反舰，或是船上的反舰，你任何武器以中国大陆现在的情况，几乎都可以把你摧毁。所以日本的这一艘战舰，就雷号的驱逐舰走过去的时候，大陆是用无人机，而且事实上已经把它瞄准了。那也就是说，它的导弹的发射口其实被瞄准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只要开火控雷达一打，那这条战舰根本没有活路。我想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且也不过只使用无人机就可以把你牵制住。
另外，你日本这样玩的话，大陆当然，那我走你更窄的水道，就是奄美大岛的那个水道，它最宽的距离也不过就是80公里而已。80公里是更窄的，你走中间的话就各40公里。那各40公里，我们都知道临海基线12海里，相换成为公里数大概20公里左右。你如果再加毗邻区，一般来讲军舰都不太会经过你的毗邻区，毗邻区就超过40公里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那就是有意的走你日本的毗邻区，而且用最先进的导弹来走的战舰来走，这个就是告诉你，日本我可以给你更大的压力，如果你要的话。我认为大陆的军事学说确实要改了，那也就是说，要以日本的全岛作为一个攻击演练的对象。好，苑教授怎么看？这次美国联络菲律宾啊、澳洲、纽西兰啊所做的肩并肩演习啊，就是确实是极其过分，尤其是日本的角色哈。但是我比较喜欢看这个，说是日本为什么这次会大幅度的参与啊，1400多人直接参与。日本原来的话呢，是整个外交政策的话呢，在高市早苗之前是非常小心翼翼的。那现在的话呢，完全不一样。我这边讲说日本什么废除和平宪法啦，又是什么要要废除这个无核三原则啦，又是什么要发展什么这个武器出口，高级武器出口，自己的导弹射程改了加5倍啊，什么东西，然后部署于东南沿海。大家想一想，日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讲话呢，不作不死啊，你做了必死啊。日本为什么要做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日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是日本呢看到什么机会呢？就是看到美国下滑了啊，就是要美国一起拼上来。所以日本现在感觉到的话呢，要借这个机会。那借这个机会的话呢，要中国本身对他强力出手，激发这个所谓的肩并肩呐肩并肩的话呢，讲这几个国家啊，这个乌漆嘛糟的这几个国家要能够联合在一起。这几个国家像法国啦、像加拿大啦，都已经被美国羞辱到不能够再被羞辱了，还来参加这种演习，就是真的是厚颜无耻到极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日本的角色扮演的是非常重要。就是说那天讲到的那个船的当中，从台湾海峡过来啊，非常过分啊！一个是马关条约131周年的纪念，那居然的话，4月17号，居然还在台湾的什么故宫南院那边展览啊！那么这个这个账绝对要算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你那个整个过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从台湾以东过来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走在正中间，而且第三点很过分，它这速度非常非常慢。啊，那他这个目的的话呢，我这边要强调，全部是故意的。那故意的话呢，所以大陆19号的话，马上就在他们的这个横当水道中就通过了。横当水道的话呢，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所过的这个，这个船呢，不就是说是他们的驱逐舰也好啊，或者护卫舰也好，里面的飞弹刚好射程1000公里，从横当水道过去，飞弹射到1000公里就是东京的距离啊。所以说这个威胁性就非常强啊，就是说我觉得大陆这个政策是来讲，不管你什么肩并肩了，你们按照你们历年来搞法，这个都没有意见，其他也不见得是，应该说就不是对手。但是对日本来讲的话呢，特别要严加处罚。我这边敢大胆的预言，以后大陆要过这个日本，然后到达这个破除第一岛链进西太平洋的话，一定从横当水道走啊，就这情况，看你敢不敢来动一下。说句良心话啊，我觉得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啊，因为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日本自己啊，就是找死啊，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4月17号，我是内心感觉到非常悲愤的同时啊，看到4月19号的话呢，从横当水道走进入了破除第一岛链，进入了西太平洋，我觉得对于我们一个市井小民算是出了一口气啊。好，不过很多人认为日本人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这么惹事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去年11月7号。这个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好，还是持续跟中方有一些这个叫嚣跟不满的情绪，还要再惹是生非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习近平最近的动态啊，因为呢跟中东的问题有关他通话了沙国的王储，那主张呢中东要立即停火因为现在中东的局势不明那习近平就应约同沙烏地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来通电话。好，习近平话中是说中方是立即主张要全面的停火止战，荷姆兹海峡应该保持正常的通行。好，那穆罕默德也就是沙国
伯这边的态度是说，当前中东的战事损害了海湾国家的安全，也严重的影响世界能源供应跟经济运行。说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一贯秉持公正立场。那沙烏地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来维护停火的局面。好，但问题是啊，这场通话让很多人想起啊，在4月1号的时候，沙烏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有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有不满啊，因为川普当时说了一个粗鲁的言论哦，那宣称沙烏地这个阿拉伯将不再继续依赖美国武器的采购。好，到底是什么让沙国的王储不满呢？主要就是川普在公开场合上说有讲这个亲我的屁股 ，kiss my ass 这嘲讽沙烏地的王储，当然就被视为对长期盟友的公开羞辱。好，那当然中东盟友现在也要美国赔偿人民币嘛？中东的盟友集体反水啊，反水就是背叛的意思哈。阿联酋扬言要弃石油美元体系，那卡达是重新评估了美军的基地。那现在阿联酋说啊，我们要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卡达也说不允许美军利用他们的领空对伊朗发动军事的行动。好，那现在阿联酋要求美元要援助或者是可能改用人民币来交易，说已经正式向美方来寻求设立货币互换额度来作为金融的后盾。那《华尔街日报》说啊，现在整个国际的态势等于是对一种美元隐含的威胁啦。好，那美国的盟友现在因为这个美国看起来越来越不可靠，所以加速的在往中国大陆这边靠。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就是他特别讲说啊，跟美国之间还有加拿大本来是一个紧密的关系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弱点，只有寄望在美国恢复正常，感觉不太可行。那当然没有办法控制来自邻国的干扰，也不能指望干扰会突然的停止。那怎么办呢？只好要宣布跟这个中国大陆有比较多的频繁交往嘛所以你可以看到，随着荷姆兹海峡紧张局势升温，其实泰国这边有动作，他们宣布要加速推动一项酝酿已久的路桥建设计划，目标是在不经过马六甲海峡情况之下，连通印度洋跟太平洋，好，缩短了4天的航程，也降低了运输成本。那泰国的前总理赛塔曾经积极的向包含中国在内的国际投资者来推荐这个项目。好，那像 CNN 的节目主持人他其实就还蛮焦虑的他说，如果中国成为了头号强国，美国其实将无力回天这是一种焦虑感的呈现那4月16号的时候，英国评论员他也有在一次国际时事的节目中当面说，中国整体的实力其实是100个伊朗。如果美国还痴心妄想别忘了在爆产能、造无人机跟导弹这块，中国至少是100个伊朗绑在一起的量级，所以可能就会美国人纯粹是白日做梦。这倒也是啦，现在国际上面的现实越看越清楚连一个伊朗这样子中等国家，美国都不能一举把它打灭的话，那何况未来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更强权国呢？好，我们问赖教授。如果美国要在东海或者南海，也就是中国的周边跟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的话，如果美国想这样做，不管因为日本，或是因为台独，或是因为菲律宾，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是不可能为台独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美国真的想这样做的话，美国没有任何胜算，他们自己也计算过，他们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性，他们的可能性是0，而且会2个礼拜内美军全军覆没。因为这个他们经过数十次的沙盘推演，美国没有活路，他们自己都很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都对中国大陆只是一张嘴巴你看嘴巴都做很大。然后每位印太司令刚上任的时候都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地狱之海，然后我们已经随时准备好了跟中国大陆交战。可是你看，当解放军的战舰一出去，航母一出去，然后那个火箭军一拉起来，美国的航母就往外跑。李娟不爽，就永远玩这个游戏。就是他又拉菲律宾在南海的时候，那中国大陆宣布南海是实弹射击区，你就会发现美国的航母突然间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快到关岛那个地方，跑到菲律宾的东侧，都离1500公里左右。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怕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导弹，我烧错地图了我这个地图弄错了结果把
美国的航母炸了以后，也不用道歉，只要讲2个字：遗憾啊。因为当时美国去炸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的时候，他说：“哎，我烧错地图了，所以我遗憾，我不道歉。”那未来中国大陆炸到美国的领土，或者是炸到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的时候，不用道歉，只要说遗憾，然后再说一个理由，就是地图烧错了，我用旧的地图所以烧进去烧错，这样就可以了。其实美国会玩的把戏，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玩，只是说你有没有实力玩。那现在的情况是，大陆确实有实力玩好，可是问题就是有实力玩跟你要不要下来玩是2件事。大陆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世界的领导者的地位，他还没准备好，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取代美国，也没有准备好说我要开始领导这个世界了，没有。当现在欧洲的国家也好，络绎不绝的到中国，中东的阿联酋的王储也刚到北京，现在是沙特的王储也到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你也看到伊朗也希望中东的大国。欧洲的大国，甚至连加拿大全部都往北京跑的时候，其实希望中国大陆是不是您也站出来领导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觉得大陆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准备好，他也没有考虑说我现在好，那么站在美国这个位置开始去领导这个世界，因为你要领导这个世界，你的军队要先准备好，军队最重要。当你万事俱备了，现在中国大陆是万事俱备，只欠军队这个东风。军队这个对解放军来说的话，长期以来都是防卫型作战，他还没有习惯，我都是远征军作战了。当你要领导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军队都要远征军作战，你的武器装备、后勤保养，所有的战略概念要做很大幅度的调整。也就是我的兵力，我要投资在非常远的地方，而且能够随行作战，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另外谈到这个泰国的问题，克拉地峡这个谈了很久，也就是说，原本在几十年前，当时就已经规划。克拉地峡是可以切断的，也就是说可以造成一个运河，那这样的话就不用再绕这个马六甲海峡了，不用绕了。可是由于泰国纠结，犹豫不决了以后，不断的考虑，因为他怕他的南部跟马来西亚连接的地方住的穆斯林比他多，他怕他地峡一挖，然后那边的人往马来西亚跑，就变成马来西亚的国土，他一直不愿意。尤其泰国的没办法有效治理整个泰国的面积，所以对南部地方它有困难。现在他们本来想用变通的方法，用港口跟港口之间用铁路连接，现在又想用地峡了。但问题就在于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就不会有真正的投资者进来。好，将军，不好意思，苑教授怎么看？我先讲哈，就是说这果然是川建国了，因为川普这一次这个1个多月的行动当中就凸显了美军根本不行。这个伊朗，我说句良心话了这个伊朗基本上的话呢，只要拖下去就赢了。伊朗原来就是要打消耗战跟持久战，那么只要拖下去就赢了，美国根本不行。那这个大家也要了解就是这个阿联酋的皇太子刚去了中国然后呢，这个沙特的话呢，这个皇太子通完电话以后呢，不买美国武器了。说美军都不怎么样了但是巴基斯坦的这个歼36就已经准备过去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包含了这个巴林然后这个科威特还有这个什么卡达什么的，他们都会发觉原来请美国当门神的，结果成了瘟神。因为美国过来的话呢，你这个军队都被伊朗炸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阿联酋在干什么？阿联酋做的事情是要打破石油美元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强调，美国莫名其妙把荷姆兹海峡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话，世界有1/3，大概30%吧，油跟气从那边出来。从那边出来以后呢，出不来以后呢，这个就没有钱了。没有钱，这个钱什么钱呢？这就是美元。然后呢，他们就会产生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就讲说，你美国要给我确保有美元一定的，那个油卖不掉的话呢，美国拿什么来补贴呢？对不对？石油是用美元计价，这是单方面的，但是没有美国说要补充他们，对吧？他们说那这样的话呢，这不但是阿联酋的问题，这是他们所有的国家问题。就是说，如果美元不够的话，如果有中国要买，那就用人民币买就行了，那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们要求的就是这个那这个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极其大的伤害。因为美国的话呢，之所以强，有3件事情，就是美军、美元、美国梦
啊，美军现在不行了啊，这个非常非常拉胯。我跟你讲，你刚刚前面讲到那3个航空母舰拖拖拉拉的哈，也不敢登陆什么的啊。另外的话呢，美元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它绑定了全世界最重要的物资，也就是原油。那如果说原油跟美国之间的话呢，可以换成人民币做取代，那这个是完全川普搞的。原来47年伊朗都一直没有敢用人民币计价来卖油的主要原因，就是忌惮于美国的军力强大。后来发觉美国的军力不过如此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现在讲啊，就是说要通过荷姆兹海峡，你必须要用人民币计价。哇，那这个不得了，这个对中国来讲是2爽啊！第一爽就是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第二爽是用人民币计价。因为大陆想的这个事情想了很久，因为没有人敢公开的讲，一这样子公开讲的话呢，那个海珊呢就是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啊，要破坏美元的地位。那现在的话呢，在川普这个胡里巴都的搞法下，居然都成功了。对，所以最后刚刚这个教授的美国梦没有讲到，美国梦现在也很多人都没有，因为美国内部这个高物价、高通膨，很多人是自然的结果了，是生活不下去的。将军怎么看？我们看这场战争哈，当然这个有几个国家从中获利啊。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我们常讲的嘛，因为它的油可以卖哈。第二个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管是在军事上面，它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的战略哈。对以后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在经济上面，那其实我觉得对中国获利最大的是它的影响力进入中东地区。我们从这一次沙国的王储打电话给这个习近平，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个川普要应约接这个电话呢？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这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是大哥嘛，等于说是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获利最多的是这个俄罗斯跟中国那受害最深的是哪些国家呢？当然伊朗是交战国，我们不讲。除了伊朗之外就是海湾这些产油国家是受害最深的，它油卖不出去。你看现在连阿联酋它都这个卖油，它都要用人民币来交易。那其他国家因为油卖不出去，对他们国家伤害，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国家安全上面伤害很大。所以这时候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沙国这时候不打电话给美国，反而打电话给这个中国的习近平，请他出面来调解？因为他认为中国习近平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他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一打以后，如果中国这时候站在一个公道立场，主持公平正义的话，能够化解这场战争，我觉得中国的影响力将来更可以深入中东地区。那沙国代表什么呢？跟中国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中国代表大哥就等于全世界的大哥。那只有这个大哥，这个是我们可以信任而且公平公正的。那沙国代表是有钱你知道结束一场战争还是要花钱的。比如说是之后伊朗的重建是不是要花钱比如说解决浓缩铀的问题，其实这都要花钱。那沙国一个有钱，一个是大哥，我觉得这2个互相通电话，希望说是确实能够发挥他们的功能，能够让这场战争在习近平的调停之下，能够尽快的这个能够劝和促谈能够谈得成。那讲到中国的武力，其实我觉得中国武力不止大伊朗100倍了。伊朗在经济上面被美国制裁了47年，那但是这47年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翻了好几番，不停的在精进，这是经济上面实力。那就武器装备，这是伊朗打的战争，主要就是靠它的无人机还有靠它的这种导弹。那各位想想看，这2种武器难道不就是中国最大的强项在这2项武器吗？就无人机，光民用型的这种大疆无人机，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不管是彩虹系列或者是无针系列各种的察打一体。那导弹从东风17、东风21到洲际战略导弹，所以这些远远都不是伊朗能够比较的。那之所以说传统武器方面包括到我们现在3艘的这种航空母舰